老谭，听说魏国强的太太找上门来了，还打了你一巴掌。真是好事不出门啊！魏太也是气急败坏才找上你的，我帮你查了。春节刚过，魏国强就提出诉讼离婚，而他没有办法直接跟他讲你们俩的关系，所以魏太才认定你是小三儿。难怪这个魏太太会疑心这么重，直接打上门来。魏国强就是个没有担当的人，当年对我妈妈那样，现在对他太太还是这样。如果这样的话，这个女人也是挺可怜的。他打了你，你反倒同情起他来了。将心比心啊，夫妻这么多年，男人要闹离婚，女人当然受不了。如果这个女人心理素质差的话，说不定会被魏国强逼得像我妈一样发疯。所以说，女人呀，时代发展这么多年，却依然只有忍和闹两条路可以走，好像没有男人活不下去一样，真是唏嘘。所以说啊，你是个奇女子，从生活到心理从来不依赖任何人。我最欣赏的就是你这一点。别给我戴高帽子了，下次这个魏太太再来的时候，麻烦你让保安拦住一下，我不想再被打第二次了。放心吧。小李，请那位太太过来。好。你终于肯见我了。你保证不动手？我可以请你去会议室，坐下慢慢说。我昨天晚上去的北京，上午办事儿，一到上海就直奔你这儿来了。我很累，没力气了。带他上来吧。我今天上午在法院做调解。你知道协议离婚和诉讼离婚的区别吗？我对婚姻法没有研究。那你可以回去好好研究一下。魏国强从一开始就没准备跟我协议，上来直奔诉讼。今天去法院就是为了这事儿。要怎么说你才相信？你们离婚与我无关。他要把老头子的全部财产给你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？你们就是存了心要把我净身出户，然后拿着老头子的全部财产过你们俩的快活日子。我身家够用，我不需要做什么狐狸精。你当我白痴啊？我傻啊？你们之间要是没有什么暧昧关系，凭什么魏国强那么殷勤的让何英礼写遗书，要把遗产全部给你啊？空口无凭，我已经申请你和何云礼做 DNA 比对，鉴定遗书中所谓的你们之间的血亲关系。你明天跟我去北京，别想拿一张公证遗书就剥夺我的财产。我知道我说什么你都不会信。既然你那么有本事，你可以去查我的收入，国内国外的请便。至于有些人打着我的旗号行离婚侵吞财产之实，我不配合。这样的表述可以吗？少来这一套吧。何云礼是大画家，身家丰厚，这一点作为遗产当事人你不会不知道。老头子当年孤身一个人被我们收留几十年了，现在突然冒出来一个年轻美女，说是他的血亲，要拿走他的全部财产，骗鬼呢！你就是要拿走他的全部财产，和魏国强双宿双飞。我不会让你们得逞的。何总，外面有2个人来找您，说是法院的人。法院的人啊，我需要你跟我到北京去做鉴定，请你配合。所以你这不是请，你是想绑？你是聪明人，不用我多说，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你让我理理线索。现在有2个问题，一是你们离婚，二是老先生留下遗嘱，要把财产交给我。但是我跟魏先生并不是你们想的那种关系，同时我也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位老先生。如果他想把财产交给我，我表示怀疑。天上不会掉馅饼，一般无缘无故掉的馅饼都与诈骗有关。你们离婚，你必拿不出证据说我是第三者，但却在公开场合指责我是第三者，这是诽谤，我保留权利，并且严重怀疑你此行的目的。为了我的人身安全着想，
我需要我的律师在场。你好，我要报警。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，说我是第三者破坏她的婚姻，并且带来了几个号称是法院的人要绑走我。这个程序并不合法。我在盛轩办公大楼，请你们尽快出警。好，在你们来之前，我会请保安控制好这里所有人。你还真报警啊？警察来之前，控制好这里。你以为报警就能解决问题啊？不着急，谈不妥的地方慢慢商量。喂，老谭，你干嘛呢？哦，我跟太原的陈总在谈事儿，有事儿吗？魏国强的太太又来了，他说要带我去北京做鉴定。我已经报警了。你不用着急，我马上过来。陈总，我有点事儿，咱们改天再谈。好，那改天谈，先走一步。你马上到我这儿来一趟。何总，口误，刚才绝对是口误。我们呢也不是法院的人，我们的过来的意思呢，就是希望你配合我们，把这个 DNA 做了，这样把事情搞清楚了。不，我们大家都好啊，全部解决这个事情，完满的解决呀，可以。您看你还报警，这么点事情报什么警啊？我们坐下来好好聊，把这个事情聊清楚了，不就解决了吗？何总，何总，表姐，我看还是走吧，我们。赶紧给霍老打电话。这可是谭宗明的公司啊！谭宗明的公司怎么了？谭宗明也得买霍老的面子吧？快打！不太好吧？安迪一直憎恨着魏国强，同情魏太太，而现在他觉得自己的同情廉价又可笑。这对夫妻根本就是同一种人。于是安迪决定取消同情，公事公办，尽快解决掉这件事情，做一个最后的了断，然后让自己的生活回归平静。是他们吗？对，就是他们。安迪，老谭，先生团长，我是他的上司，这位呢是何女士的律师，接下来的事情由他全权来。你没事吧？谭总，你好，你好，给你添麻烦了。谭老弟，霍老，您怎么来了？哎呀，什么时候回的上海？也不知会一声。上周末刚刚回来，还没来得及约你，你也实在是太忙，带不着功夫。这不，我们在这儿见面。哟，老魏啊，你也来了？哎呀，老霍，好久没见了吧？不好意思，麻烦你跑了一趟。哎呀，看来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都是自己人，怎么弄成这样了呢？谭老弟呀，依我看，咱们不要兴师动众，这点小事儿，也不用占用警务的资源。我们坐下来，先了解一下情况，有什么事，大家协商着解决，你看怎么样？好，那就听霍老的，咱们里边坐下慢慢聊。好，走吧。来，先生同志，这个都是我们公司内部的事情。霍老您来了。你来干什么呢？我来干什么？你把霍老都折腾来了，
我能不来吗？哟，小荣啊，哎呀什么风把你吹的？哎呀，霍老，难怪这个魏太太可以有恃无恐的闹事，原来是有人撑腰。可是魏国强也不简单啊，两夫妻不谈感情谈能力，难怪会打离婚官司。你不用担心，一切交给我来处理。谢谢你，老谭。我们俩永远用不到这个鞋子。走。今天这个事情呢，全是因我而惹起，所以呢，在这儿我先向各位说一声抱歉。安迪，我通过各种线索，帮助何运礼老先生找到了你，你是他唯一的亲生外孙女。何老先生呢，得知此事以后，由于激动，导致了中风。日前抢救无效，去世了。临终前，老先生立下了一份遗嘱，要将他名下所属的所有遗产，全部交由安迪。我是这份遗嘱的执行人。我今天呢，在这儿就向安迪传达，你要做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决定。作为赡养何云礼老先生的人，我对遗嘱的真伪提出异议。支持异议。在权威机构及当事人在场的情况下，我同意取样，做 DNA 比对。根据1985年4月10日公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》，只要遗嘱经过公证，遗嘱在先决条件下，经过 DNA 鉴定真伪，证明证实遗嘱是否表达了遗嘱人的真实意愿，是否在欺骗下立下遗嘱。一旦经过证实，倘若遗嘱无效，那么这件事情与我彻底无关，你们也就不用再叫什么狐狸精、外孙女之类的话了。倘若遗嘱有效，那彻底与你们无关。那我就不明白了，怎么一开始你不答应啊？现在为什么又答应呢？因为你早晚会再另起一份诉讼，把我列为当事人。这个遗嘱的官司打多久，你就会一直喊我狐狸精多久，你累我也累。而且我也是看重名誉的人，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尽快的找到一个司法认可的鉴定机构，我们再约时间，所有人到场，一次性解决。也拜托你们不要再来找我了。何老先生的在天之灵呢，一定很愿意看到他的这份遗产能够如愿的移交到合适人的手上。我看这件事情就这样解决吧。今天晚上我请各位呢吃顿饭，感谢一下各位为这件事情奔跑了一趟，好吧？魏国强，你站住！你刚才说要把遗产交给合适的人，你指的谁呀？我如果没有找到安迪这儿来，你是不是打算假装遗嘱已经传达，在安迪不知情的情况下，你就顺理成章把遗产拿走了？这是你一开始的如意算盘，对不对？这是题外话，你也可以提交法庭解决。既然安迪已经同意了接受你提出的 DNA 见证，那么今天这个事情不就圆满解决了吗？我看大家都可以离开了，不要在人家公司里边再捣乱了。你别走，霍老，你说两句话呀。行了，事情不是已经都说清楚了吗？不好意思，晚饭我有约了。我看大家也都有事情，不如就先散了吧。你说呢，霍老？谭总说的对，我也是这个意思。你和尊夫人，你们这个事儿啊，关起门来好好的解决，何必这样添乱呢？
我们今天也不在这儿给你们添乱了，先走一步，等忙完了这阵儿，我们再约吧。刘律师，送一下。走。韩丽，你怎么可以答应去做 DNA 呢？你这不是在揭自己老底吗？你看魏太的架势，我不做他能放过我吗？可是 DNA 结果肯定无误，你必将单独继承这笔遗产。魏太原本对1半遗产志在必得，你觉得他会甘心吗？其实我刚才临时抱佛脚，看了一下国内的继承法，他作为赡养人是可以对遗嘱提出异议的，他甚至可以提出遗嘱涉嫌欺诈的控诉。指控我跟魏国强联合起来欺骗何老，冒充何老的血亲。根据国内的民事诉讼法，谁主张，谁举证。他能够提出的证人证词，都能够证明我之前跟何老无任何的瓜葛。还有我更担心的就是，如果他当年指证我的身世很有可能被曝光。DNA 鉴定只能够证明我跟何老的血缘关系，我不是冒充的，并不能证明什么。而且刚才你也看到了，魏国强并没有承认我跟他的关系，只是点名我跟何老的关系，所以我还心存侥幸。两害相权取其轻，说得不错。那接下来怎么办？一起去吃饭？你真的要好好请我吃顿饭，安抚一下我现在的心情。可能你还要开车送我回去，因为我现在的状态好像真的开不了车。已经蛮好的了。刚开始我还担心你会情绪失控，现在看来有长进。对啊，我刚才居然紧张的忘了喝水，难怪我渴得要死。走了。古典乐，我了解一点，但是并不专业，应该不及赵医生。不过你有什么疑问的话，我也可以尽力回答。又是那个无法无天的小朋友。你是不是还担心，如果这个官司真的打起来，狐狸精的名声传出去，对你不好？我倒不担心这个，我更担心那个魏太太，一个人财两空又离婚的女人，可能什么极端的事情都做得出来。你看她今天的架势，好像什么都敢做。看来我是要遭池鱼之灾了。这个魏国强，自从他找到我就麻烦不断。我还在想一个问题，这个魏国强到底打的什么算盘？他那样一个人，把全部的财产都转移给你，他难道不心疼吗？本来就不是他的，他只是遵照遗嘱吧。可是你跟他只有血缘，没有亲情。而且我听说，有的人为了取悦他，专门高价购入了何老的发作。应该讲，何老的财产有1半是他的，而且他现在也算是年富力强，他真的会心甘情愿把大额的财产都归到你的名下，只是为了对你做出补偿？反正我不太相信。还有，像他那样一个人大张旗鼓的去打离婚官司，也不正常。难道真的像那个魏太太说的，魏国强原本是想独吞这些遗产，我只是被他利用了。他百密一疏，但是没有想到这个魏太太能够找到我，也是一种可能。总之，疑窦丛生，你小心为上。要真是这样的话，我一口吞掉这些遗产，1毛钱都不留给他。边走边看吧，我会替你留意着，你只管好好打理工作。为什么觉得这件事情继续走下去，有点像一个不可测的黑洞？关于遗产的事情，魏国强为什么事先不跟我沟通？这更像是
他自己精心设计了一个陷阱，可他把我拖进这个陷阱又是为什么呢？这件事情的确是有些离奇。为今之计，凡事多留心吧。